7月17日，由新加坡发起并推动的国际贸易合作机制投资与贸易前景伙伴关系 FITP 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了第2届部长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这个伙伴关系正式扩容，迎来了3位重量级的新成员，韩国、泰国、秘鲁加入了。至此，这个成立不到1年的贸易朋友圈，成员国总数迅速增长到了19个。很多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大国和区域强国愿意加入新加坡所推动的合作平台？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件事发生的背景，恰恰是全球贸易体系最困难、最迷茫的时候。环顾四周，美国不断提高关税，供应链持续重组，越来越多国家强调经济安全，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效率也受到挑战，全球贸易规则正面临新的考验。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自2019年起就陷入瘫痪，上诉机构至今无法正常运作，各国之间的贸易纠纷缺少了最终的仲裁者。有报告预测，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可能降至 1.9% 左右，为近10年来最低水平。世界经济论坛甚至估算，地缘经济碎片化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高达2130亿至3070亿美元。就在大家都在担心贸易会不会越来越封闭的时候，新加坡却在不断扩大自己的朋友圈，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新加坡究竟在下一盘什么棋。要理解这件事的分量，得先看看全球贸易到底怎么了。过去几十年，全球化主要依靠3大支柱 WTO 的多边规则框架，遍布全球的供应链网络，以及一个接一个的自由贸易协定。这套体系运转了将近半个世纪，让无数国家享受到了贸易带来的红利，也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但最近几年，变化来得比预想中快得多。美国不断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许多国家开始要求企业把生产环节迁回本土，或者转移到友好国家。供应链去风险化成了各国政要挂在嘴边的词，贸易政策越来越受到地缘政治竞争的影响，而不是单纯的经济效率考量。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全球贸易的总量没有停止增长。2025年，全球贸易额首次突破35万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但规则却越来越碎片化，各国各行其事，区域协定之间缺乏协调，甚至互相冲突。很多跨国企业最怕的，已经不是成本高低，而是不确定性。你不知道明天哪个国家会突然加税，不知道哪条供应链会被切断，不知道哪项国际规则会突然失效。在这种焦虑中，企业的投资决策变得犹豫，长期规划变得困难。于是，越来越多国家开始寻找，还能不能找到一个稳定、开放、可信赖的合作平台，哪怕规模小一点，只要能真正做事，能说到做到，也比一个空转的大平台更有价值。这正是 FITP 出现的大背景。那 FITP 到底是什么？它不是新的 WTO， 也不是新的自贸协定，它的全称是投资与贸易前景伙伴关系。去年9月由新加坡、新西兰、瑞士和阿联酋共同发起，创始成员14个，都是高度开放的经济体。去年底马来西亚和巴拉圭加入，现在成员国已遍布6大洲，共19个。成员经济规模差异很大，韩国是制造业大国，瑞士是金融中心，卢旺达是非洲数字化先锋。但共同点是贸易占 GDP 比重极高，都极度依赖开放市场。FITP 讨论数字贸易、电子单证、供应链韧性等传统协定较少触及，但企业越来越关心的议题。它不取代现有体系，而是在现有框架上探索更灵活的合作路径。最大特点是灵活几何，不需要全体一致，有意愿的成员可先行动，其他成员准备好了再加入，避免像 WTO 那样陷入漫长的一票否决僵局。这种小步快跑、多速并进的模式，正是 FITP 的魅力所在。为什么这个平台偏偏由新加坡来推动？为什么越来越多国家愿意跟着新加坡走？
我们可以从3个关键词来理解。第一个关键词是稳定。新加坡没有什么自然资源，开放就成了它的生存底线。新加坡的贸易额占 GDP 比重超过 300%， 是全球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来说，全球贸易体系一旦封闭，后果是灾难性的。所以新加坡对开放贸易的承诺，不是外交口号，而是生存本能。这种承诺几十年如一日，从建国之初到现在，从未动摇过。无论是亚洲金融危机、全球金融危机，还是疫情冲击，新加坡始终选择降低关税、简化程序、欢迎外资。对于贸易伙伴来说，稳定比什么都重要。你知道跟新加坡合作，规则不会突然变，承诺不会轻易改，法律不会朝令夕改。这种长期积累的信誉，是很多大国都无法提供的。第二个关键词是规则。新加坡是 RCEP 的成员国，是 CPTPP 的创始成员，是 DPA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发起国，还参与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 的相关支柱谈判。现在又有 FITP， 你会发现，几乎所有重要的、代表未来方向的贸易合作机制，都有新加坡的身影。为什么？因为新加坡最大的竞争力不是市场规模，而是规则信用。别人相信，新加坡说开放，就真的开放；新加坡说按规则办事，就真的按规则办事；新加坡说保护知识产权，就真的严格执法。这种信用不是一天建成的，是几十年坚持法治、坚持契约精神、坚持国际规则积累下来的。严金勇副总理在谈到 FITP 时说过一段话，贸易对新加坡来说是关乎生存的，一个可预测、开放、面向未来的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对新加坡的增长和发展至关重要。这句话不是外交辞令，是实话。第三个关键词是连接。看看 FITP 这19个国家，地理上横跨6个大洲，发展水平各不相同，政治体制也有很大差异。他们彼此之间有的甚至没有直飞航班，经济结构更是千差万别。为什么还能做到一起？因为大家共同需要一个开放、中立、可信的平台。而新加坡正好具备这种特质，它不是大国，不会让人感到威胁。它坚持中立，不在大国之间选边站。它规则透明，签署的协议说到做到。它基础设施完善，金融服务发达，法律体系与国际接轨。这些特质叠加在一起，使新加坡成为一个天然的交汇点。很多国家可能不愿意参加美国主导的机制，也不愿意参加中国主导的机制，但他们都愿意参加新加坡牵头的机制。这就是新加坡独特的价值。它提供了一个低政治化、高效率、重规则的合作空间。从去年9月成立到现在，不到1年时间， FITP 就从14国扩展到19国，而且据透露还有更多国家在考虑加入。这说明什么？说明在全球贸易日益碎片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国家渴望找到一个能够维系开放合作的空间，而新加坡恰好提供了这个空间。FITP 扩容到19国，表面上只是增加了3个成员，但背后折射出的却是越来越多国家希望继续维护开放合作的共同意愿。对于新加坡来说，这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扩群，而是在全球贸易不断变化的背景下，继续发挥连接不同地区、推动规则合作的作用。当世界越来越复杂，真正有价值的，往往不是规模最大的国家，而是那个能够让不同国家愿意坐下来合作的平台。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一直强调，开放不是口号，而是一种长期竞争力。而 FITP 扩容，或许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面对当前充满变数和各种不确定性的全球经济环境，你认为类似 FITP 这种主打小步快跑、灵活务实的创新朋友圈模式，在未来有没有可能部分替代效率日益低下的传统多边贸易体制，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与供应链合作的新主流？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